给初学者的忠告3 ：Stable Trader。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Stable Trader。这是我的第3个 YouTube 视频。我的经验1：交易之路本市场学习之路，对每个人而言，失败几乎都是自己造成的。在市场上，你就得把自己的频率改变，去追随市场。很少人天生就是属于市场，所以要成功，你一定得改变过去所有错误的观念与习性，并不断将正确的行为练习到成为你的习惯。情绪会让人追涨杀跌，所以得去控制它。人性不愿意让人轻易认赔实现损失，所以你得习惯认赔的感觉。人性也不愿意让人将现有利润放弃拿来加码，所以得克服此处短视尽力的想法。在市场上做正确的事，几乎都会带来痛苦。人们的选择必定是远离痛苦，远离痛苦却也远离了成功，所以也注定成功者一定是少数。反省也会带来痛苦，因为如此等于是自己承认过去的你是失败的，所以人们会不断犯同样的错误。我的操作之路就是一条学习之路。我过去用自己的想法进入市场，经历了一场彻底的失败。后来我靠的是学习，将自己完全归零，像是一张白纸般去学习成功者的步调。学习最快的方式就是模仿。我将过去的我完全放弃，彻底丢掉自己的自尊。我将世界操盘手的书都买来看，我学习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每句话我都背在脑海里，每天背，每天练习。我从未怀疑过他们说的是否是真的。而其他人却怀疑在市场上根本不可能赚到钱。我曾经教过一个人操盘，但后来失败了。或许我有些责任，但我后来放弃再教导任何人。他过去是个输家，当时他觉得我还不错，所以跟我学习。他有许多典型的错误，操盘也常有一天没一天的。我告诉他许多我宝贵的经验，许多操盘该知道的事，许多我曾经犯下的错误。但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没用，他总是放纵自己，错失掉机会，只因他不想进场承受压力。明明就看到了机会，他就是不敢。他也知道这是个绝佳的进场机会，但他有他的借口。他告诉我他害怕出现什么情况，害怕这笔会亏损。有次他进场做了一个多头部位，非常顺利，2天内大涨400点。我告诉他，你必须进场加码，乘胜追击。你现在已有400点利润，拿200点出来加码，我有预感你这笔会大赚。他不愿意，他说要将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利润平仓，他害怕失去他现在看到的。他有这样的想法情有可原，他这笔之前已经连亏4笔，他不想再亏第5笔。但是我知道他这种想法在市场上会失败，但是我无法强迫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我说好吧。1. 对于市场初入市或入市时间不算长的投资者，学习交易最好的方式就看别人是怎么交易的。2. 对于市场资深人士，您可以获得全新的投资理念，以及您时时想听到的其他观点。有些观点在您看了我的视频之后，也许会豁然开朗。3. 对于每位投资者，我会紧密关注市场变化，及时捕捉商机，使我忠实的粉丝提前做出反应。我发现，在期货市场，无论是从事猪肉、债券还是股指期货，成功的投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依靠技术分析来获取胜利。着手研究技术分析方法，我发现技术分析简直太神奇了。通过研究技术图形和技术指标，我意识到市场中的投资人可以分为2个层次：专业人员和像我这样的业余队员。为什么这样说呢？期货、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历史价格，包括成交量、包容和反映交易者所知道的一切消息或基本面的情况。期货或股票市场价格的涨落也提前消化市场对未来行情的预期及相关消息等等。假如一个投资人努力想了解所从事期货品种或某只股票的全部情况，包括基本面的变化、
及其他影响市场的方方面面，不是专职人员是很难办到的。即使交易者全身心投入市场研究中，他仍无法像专业人员一样对市场了解的那么全面，那么快捷。因此，所有成功的投资人都采用技术分析法来弥补这一缺点。我认为那些从事过商品期货、金融或股票指数期货交易的人，在今天的股票市场中占有优势，因为眼下的股市和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市场一样，波动巨大。要想在险象环生的市场中取胜，就得讲究入市和出局的战略，这样才能使盈利最大化。成功的期货交易人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良好心理素质。以下几点是我个人在市场分析和交易战略方面的经验之谈，仅供参考。一，正如其他工作一样，市场分析和交易的成功离不开勤奋。不要想走什么捷径，每一位投资人在交易前一定要做好基础工作。二，掌握基本的市场、技术分析和交易策略。我曾经研究过经典技术分析书籍，同世界上最优秀的专业投资人探讨过市场知识。正如我的朋友所说，在运用成功的交易战术时，越简单越好。这一点多数人都同意。世界上再好的终端网络，再好的计算机交易系统，也比不上一行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交易计划。不要把战略和战术相混淆，简单易行的投资计划是建立在前期大量的研究准备工作之上。关于我个人，平时我拼命工作，工作之余我也拼命地玩。我喜欢冒险，我永远喜欢迎接挑战。交易策略的首要因素就是找出每个市场的主要趋势，顺势交易。顺势而为的仓位会给你带来可观的利润，所以千万不要提前下车。在整个趋势形成过程中，会有很多反复。如果你能在行情反向时控制好损失，并坚持下去，1年下来你的利润将会非常可观。近来有位朋友发来电子邮件问我，您在保留个人投资秘诀的同时，能否告诉我怎样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期货市场提高盈利水平？当然，没有人愿意泄露自己赚钱的门道。首先，我得坦白，我没有什么投资秘诀。我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多年的市场经验，期间不断研究市场变化，认真学习技术分析，虚心请教成功人士的投资理念。假如有人坚持自己有什么投资秘诀，可以保证在期货市场制胜的话，你可要提高警惕。这方面我不想多谈。要想在期货市场获胜，投资之前首先要制定一套完整的交易计划，一旦定好，就要坚持下去。当然，入市后市场会发生很多变化，但关键是你不要追随市场盲目买卖。切记不要让情绪左右你的投资理念。做单前，自己能承受得起多大的亏损额度，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要设定相应的止损价位。交易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既定的止损计划。当手中头寸开始盈利时，你也要选定一个盈利目标。当然，交易过程中应该灵活变通。确切地说，我在交易过程中往往遵循强势买进、弱势卖出的原则，这也符合自古以来的交易格言：顺势而为。然而，市场中常见的是，有些投资者不耻最先，急于强顶或强底，结果往往是以失败告终。当市场在某一价格区域盘整时，有效的支撑位和阻力位之间，我开始制定入市计划。价格一旦走出区间震荡，假如是突破阻力位向上运行，我就大胆多单跟进；假如是跌破支撑位，我往往是跟着做空。为了稳妥起见，做单之前必须确认下一个交易日是否有较为有利的跟进买盘或抛压，以免因市场出现假突破而导致悬浮或踏空。该种投资方法的缺点是，
因等待市场出现明显的突破而失去一些行情。止损方面，如果你持有多头，在可承受的亏损范围内，以稍低于有效支撑位之下设定止损位；如果持有的是空头，以稍高于有效阻力位之上设定止损位。不要把止损位正好设置在有效支撑位或阻力位上，因为市场有时在测试完这些有效的价位之后会重回原趋势，这样你的头寸因正好设置在支撑位或阻力位上而白白遭致止损出局。当手中头寸开始盈利时，为了让手中的头寸按原定计划进一步扩大战果，可以借助技术图形上的支撑位和阻力位，采用递损减盘法来设定止损价位。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请您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以便有了更新能够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如果希望和我交流互动的，可加下方粉丝群，有惊喜资料送给您。大家也可以在搜索栏中搜索 Stable Trader 来找到我。视频分支有很多，选一个你需要了解的吧。虽然选项很多，但是大家尽量按顺序看完所有视频，循序渐进，效果更好。欢迎大家留下您宝贵的评论，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评论。粉丝群会选出最优秀的几个评论，我将送您一份大礼作为馈赠。最后，愿好运与您同在，下次见。